我们到这个银座有去给一个化妆师进行一个造型打扮，那他自己也很推荐，他说这个在日本呢也是非常受欢迎。那所以他是第1名，所以我们也有小兰有发现到一件事，就是很难买，而且色号基本上很残缺嘛，热门的都会被抢光。那我们这次买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气垫粉饼，欢迎来到男女诚实说。好了，那我们这个呢，上篇要分享这个药妆类型啊，对我来讲就非常的苦手，因为呢，我们这一趟去东京啊，跑到元素，然后就是逛了那个最大家的 At Cosme，那在那边啊，我等于说是完全不了解，那里卖的东西看起来都好像，每个品牌呢又长得出的东西又长得好接近，所以我不太懂，那就需要小兰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趟战利品之旅，你觉得你买什么？你是心里头觉得它是 No.1， 你觉得这个东西买的超划算、超值得的，超划算、超值得。我其实最喜欢的是那个黛珂的蜜粉。黛珂的蜜粉，对，因为我其实去之前就做功课的时候，就很常看到大家推黛珂这个品牌，就是一个日本的品牌，对，那好像最近蛮红的。然后我在 Cosme 的时候就看到它在那个蜜粉的排行里面是第1名的。然后就试了，然后因为我试的这一款是那个没有色，就是没有颜色的蜜粉，那它就是会让你的铺上去之后，就是会让它亮亮的。对，那因为现在很流行那种比较光泽，然后闪亮的底妆，就是那种比较有种偶像感，会让你整个妆容感增加一些耀眼的成分在，有点像珍珠粉闪耀的感觉啦。那在这里呢，顺便补充一个资讯啊，像很多朋友们啊，包含现在观众朋友，可是女生一定知道说去日本玩之前，你会在上网上小红书啊，或是脸书 IG 上面去找一些关于日本美妆最近流行的趋势，什么大事好物吗？但是呢，我这边推荐大家，你们可以去找一个叫做日本毒舌杂志，好像叫 LDK 吧。就这个杂志呢，它通常会去评比每一个不同年份，然后当季出的这个美妆品啊。他所有评论都是非常实际的，甚至呢因为他被评为叫做毒舌杂志是有原因的，他在这个亏人家是毫不留情，他们如果推荐的东西是绝对就是真心推荐，而且他们是不收受所谓的业配啊，也没有在做什么广告，基本上所有美妆品呢就是他们的编辑们实打实测试出来，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在出发前我也有上这个网络上去找一些日本毒舌杂志，所以我看到黛珂这个品牌也在这个前10名之内。但是啊，我觉得我自己呢有注意到一个牌子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居然是韩国的品牌，它叫 Tear。Tear 呢，它的这个气垫粉饼啊，或者是一些粉底类型、底妆类型的东西啊，在日本的这个上班族小资族排行里头，开价商品啊，竟然是第2名。因为它真的很便宜耶。对。以我们在台湾看到价格大概300-400块可以买到一颗气垫粉饼，但是到日本的话呢，可能就只要200块多台币哦，也就差不多1000块钱以内的价格日币。对，所以是非常划算的，你就随便涂啊，不心疼，不心疼。因为像我们之前呢，我自己待在这个医美生技公司上班过。那时候公司有出过类似气垫粉饼的东西啊，那个成本很高，包含他可能想要加入一些保养成分在里头，在这个粉底里头啊，这个成分叠啊。一颗气垫粉饼的价格就来到1800块台币了差不多。Tear 呢，它本身就只要卖600以内，没错。所以只能说啊，这个 Tear 呢也是大家非常推荐的。那所以我们就有买了这一支，这是 Tear 什么？它是妆前乳。对，就它会有微微的，它会依据它的那个成分不同，有的是比较提亮暗沉，或是让脸色红润的。就有点像妆前的，就是在你上妆之前可以先上这个。如果你的肤色比较暗沉的话，它就可以提亮，就是把你的整个脸的底色气色啊，先打底一次，然后你在上妆的时候看起来就会比较有气色一点，会比较自然一点。而且现在这种新的底妆，它都会那个防晒系数也很高，就类似 BB 霜、CC 霜的作用。对，就防晒跟一点底妆的就是一起都做完了，所以你一罐用到底啊，就不用再去涂抹其他东西，因为有些人就很懒。像我，可是我平常也懒得涂，所以呢，像我们这种男生也可以买这种类型的产品。如果你有需要化妆的话，你就一罐这个使用到底，就不用再分瓶罐。而且我们希望桌面上就是不要那么多。你看，我们现在桌面上这么多罐
我自己的话可能就搞不清楚哪一罐是干嘛的。对。但如果你今天只需要3件套可以完成的话，这个就是其中1件套。没错。接下来就是简单的这个粉饼嘛，或是进行蜜粉刚刚那个蜜定妆就好。粉一起铺一铺，其实这样就可以，就已经是一个自然的气色的这个妆容了。好，那 TAT 在韩国品牌，只是顺便就跟大家推荐一下。那所以呢，大家可以在红书啊上面应该很常看到它的身影啦。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它的气垫，是一个红色蛋的形状，对，美妆蛋的感觉，就是一个红色，早期是白色的嘛，现在已经是红色的版本了。这也是韩国非常流行，然后日本呢，包含台湾也越来越多的这个产品。好，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既然到日本去了，所以我们肯定还是要推荐日本自己他们国内正在红什么。我那时候就有查到一个 No.1 的开价气垫粉饼，就是 And.B。那这个牌子为什么很受欢迎呢？其实我们当时候到日本，我们到这个银座有去给一个化妆师进行一个造型打扮，那他自己也很推荐，他说这个在日本呢也是非常受欢迎。那所以他是第1名，所以我们小兰有发现到一件事，就是很难买，而且色号基本上很残缺嘛，热门的都会被抢光。那我们这次买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气垫粉饼，然后色号是比较深一点，因为是帮别人买的。这买的这个东西是帮我妈代购的啦。那因为我妈肤色跟我一样比较黑一点，黑漏底，所以呢刚好就有这个色号可以选择。但小兰的这个色号可能比较白一点的，就热门肤色基本上是找不到的。而且因为夏天的话，我比较少用气垫，所以我这次就是希望没有买，对，就没有买。那但他们家的气垫的话，好像是比较光泽感的，对，然后。比较特别嘛，就它的优点是一整天下来比较不会暗沉，没有错，它的持妆效果非常的好，所以也因此在这个日本的上班小资族里，你知道吗？上班一整天不可能没事补妆嘛，所以呢，假设我今天只要一个气垫粉饼可以让我一整天下来都不用担心的话 ，MB 呢就是非常适合大家选择的。那这个 MB 呢，它的优点是因为它是开价第1名嘛，所以它自然的价格也相对的比 TAT 再贵一点，而且它是日本品牌嘛，所以大家就想日货呢本身就是比较身价不菲一点，那它的价格多少呢？它是3200日币，换算台币大概733。所以以733块买一个持妆很久的这个气垫粉饼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划算的一个买卖。没错，而且其实它也是开价，像我平常用的开价韩国的气垫，其实已经900多了。对，所以呢，大家可以参考啊，就是像 TAT 他们家出的东西呢，就是以一个平价实惠，就是用了不心痛，大概就是300-400块台币以内，你就会很好就入手的，所以适合学生族，还没有出社会，还没有工作的。那如果你今天是开始有收入了，那你的收入可能在小资，可能3万块啊、4万块这些，你就买 MB， 它也很适合你去使用。那当然，我们除了 MB 之外，还有找到另外一款呢，叫 Vin。对，也是日本最近很红的一个牌子。我当初注意到它是在这个日本的 at Cosme 的排行榜上面，大概也是前5名，就是基本上就跟 TAT 还有刚才介绍的 MB 是同一个区块的一个开价非常受欢迎的品牌。那你自己知道这个牌子吗？不知道，完全没有概念，完全不知道像我这次去 at Cosme 就有看到很多日本的牌子，然后就都有很想尝试看看。那这个牌子呢，它最主要主打就是它讲它自己就已经贴在上面，叫什么24小时妆不会崩。没错。什么叫妆不崩呢？就是呢不会倒妆嘛，不会溶掉，打麻将不倒妆。而且那个气垫粉饼要能够24小时不崩，其实是很难的。没有错，像我们平常有些台湾气候有没有比较这个湿热一点，夏天快到了，你有时候出汗什么，脸上这个底妆就会开始有一疙瘩出来，甚至会开始有粉块。有些人就笑说：“你看你脸上的面糊啊，已经流下来了。”那时候真的是超讨厌的，每次遇到这种问题。但是因为像这一款呢，它的主打就是呢不会让你那么快就出现那些瑕疵，就 even 可能没办法像台湾气候不像日本那么干燥嘛，所以一定会还是多少不会像他讲那样24小时完全没事。但是呢，它一定比你市面上面看到的还要持妆一点。对，它一定是主打持妆，而且我发现了，我当初看它的时候，因为刚刚才发现它的防晒系数到50+，基本上就跟刚才我们介绍这隔离霜，对啊，然后或是 BB 霜、CC 霜同等级的防晒系数，很少底妆可以达到这么高的系数。所以假如你今天真的很懒，你不想要涂隔离，你就直接
这个气垫粉饼拍一拍就好，直接可以遮，直接让你，它也算是一种物理防晒嘛，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有粉了，对，所以把你遮住。我最近有看到有人在脆上面就是实测有些防晒乳啊，在这个紫外线光下没有作用啊，但也有人说物理防晒和这个化学防晒作用不一样，所以有很多不敢测试，但这个就同时具备了嘛，就既有防晒系数，那同时帮你上完妆，你也隔离了一层物理，对不对？而且大家最害怕的是我们平常用防晒加底妆两个会打架啊，对，它这样直接合在一起就很棒。我以前在拍摄这个美妆影片的时候，就有问过这个同事说，为什么不先上防晒乳再化妆？就是他说两个不能同时上。他说你就是要隔让它吸收一段时间。对，就是你不能够直接就是给它涂上去，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要在10分钟内要拍完2个产品，然后我就说那你可以直接上，然后说不行，这样很伤皮肤，对，而且也会对这个表现效果也有落差啦。所以呢，这个东西也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有看到试试看一下你的颜色，因为通常啊首选一定是 MB，因为你 MB 如果买不到的话，你再去买这个 Vin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 Tier 呢，基本上台湾啊也已经有了，所以你也不用特别跑日本去买那个。对啊，或者是可能很多人去韩国玩的时候就会狂带，韩国可能更便宜一点啊。那个 Vin 大概多少钱？你有记吗 ？Vin 台币，我记得台币是680块台币， 680。所以我们用价格来排行的话，这个 MB 是最高价的，然后再来就是这个。Vin， 然后再就 Tier， 那这个就是属于气垫粉饼和底妆类型的产品啦。因为我们刚才价格不一样，是因为 Tier 这个不是气垫粉饼，我们这次没有买。对，但这个我们是买的是这个隔离霜啦。所以呢，也是推荐大家，你可以在这个 Xcosme 呢去找找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商品。好，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呢受我妈委托呢，就去买这个比较高单价这个气垫粉饼，是来自迪奥的气垫粉饼啊。那大家知道它就是专柜精品的化妆品。那我自己本来是不熟嘛，那会买这一颗主要是因为颜值。那时候这个并不是在 Xcosme 买的，因为呢 Xcosme 啊我们没有看到，但是在机场上面刚好看到，而且换算价格非常划算，所以就选它。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追求那个持妆啊，或是呢肤色色号比较好的话，你可能可以去 Xcosme 看看肌肤之钥，因为它也是在毒舌杂志上面排行第1名的一个品牌选择，也是最顶级的这个化妆品牌，底妆品牌，没有错。那这一次选这迪奥呢，就是因为机场看到了，而且它的这新包装我觉得好好看，长得很漂亮，没有错啊。那你有推荐这个？如果以专柜的品牌来讲的话，除了肌肤之钥，那还有哪些牌子的这个气垫粉饼是很推荐的？比较红的，像兰蔻的气垫粉饼也是很多人。它持妆能力很好。兰蔻的话就是以小黑瓶著称，那对于各位直男朋友们大概也不太懂什么是小黑瓶嘛，就是精华液。那雅诗兰黛、兰蔻就是2大精华液品牌嘛，那他们自己都有出自己的粉底底妆类型的这个化妆品，所以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选购，大家可以去使用。而可以在这个日本买的话，因为有退税，像我们这一颗买大概就是壳是要另外买，壳3100嘛，然后它的这个粉底本体呢，大概是5600还是5700，所以加起来大概好像是8000多块钱，然后再退税完呢就是8000，换成台币2000多块钱，2000多。印象中就是刷完银卡就是2000多少这样，很划算。就以台湾官网在卖的话，没有促销，应该是2900或2800之类的。那最近有一些母亲节活动，但是你要绑手啊，所以买下来也是不便宜哦。这一类型的东西，那你自己呢也在同时有看到另外一个这个专柜的商品，那就是迪奥的唇膏，没有错，经典的唇膏，这个也是非常好像是这一季出来的一个产品，新的，因为它是比较光泽感的唇膏，因为现在流行的唇膏里面会加一点点亮亮的。会有一个亮亮的效果，就是你看的时候，你可以在涂上去之后呢，会有珠光感，对不对？没错。你看我自己呢，就是因为已经在那边听太多那个 sales 在介绍商品，大家都知道。你知道 Xcosme 就跟以前的韩国明洞一样，很多华人啊，很多台湾人、中国人，所以店员多少都会说一点中文的，所以很常你在旁边就听到，他们介绍的时候是用中文，所以我已经学会那些话术。你好厉害哦，你可以去当。不是因为你就只会逛而已，你就是在那边一直逛，但是呢，我没事做，我就只能观察旁边的人在干嘛。那你还没介绍那个口，你把它放回去，你可以打开让他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它有很多啊，其实还有壳可以选择。但是我是选择原本配的经典的款式，就你加价1000多块钱日币就可以换一个壳嘛。对，它会有一些颜色啊，不同的款式这样。那当然了，有像我们刚才选的这个迪奥这气垫粉笔，它这个是比较这种纺织感的，它是这种
布面的材质，但是它上面有做一些小细节的这个花纹，那这个算是比较特别的款式，那它的价格就比较高一点。如果你要选择口红是这个款式的话，就应该说是提花啦，提花对，就是以这个迪奥最有名的提花牛仔布啊这种类型的产品就贵一点，那可能就变2000块、3000块钱日币啦。那你自己呢，在当时候有试用过，你觉得它颜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它其实就是我现在嘴唇上的这个颜色，对。然后我觉得它上唇的时候会让人家的气色变得很好，然后会比较年轻感觉的，因为像那个店员在帮我试的时候，就只是跟我说卡哇伊。对，因为日本人呢，基本上啊，大家要了解日本讲话艺术啊，就是他们不得罪人，所以有些话术里头的卡哇伊，基本上呢，就是具备敷衍和客套啦。对，但是你就会心情很好。对，就是这个，就是提供你情绪价值的部分。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听到 sales 讲卡哇伊，我第一个先质疑。对啊，我自己也是蛮喜欢的。你自己喜欢比较重要，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了解你的那个商品向性的。没错。那它唇膏是这样旋转的，它是可以收回去的，所以不用担心。不是唇膏都这样设计吗？没有，你知道其实有些唇膏你不能推出来，你只要一推出来它就推不回去。那它怎么用？你就没办法，所以你在去使用的时候要小心。所以我先帮大家我说不能推出来唇膏要怎么使用？你就只能一点一点这样推啊。它是本来就是一根，然后对你回不出来，往前推这样。没错。还有这样设计？还有这样设计就好不人性啊！帮大家先避雷，就它不会这样子。那如果之后再买这个，你可以只买里面那根吗？应该是可以，你就可以替换。我记得我在网站上有看到他说它是可替换的。因为像这个气垫粉饼，它里面的那个粉饼的本体呢是可以替换的，那价格也比较便宜一点，所以你只要这个壳不要丢，那个里面的芯啊都可以一直换。但我不确定能不能单买唇膏的里面啦，我知道它壳可以互相交换使用，对。那大家可以跟我们留言分享说，那你觉得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这样像我们想象那样子？好，那介绍完这个化妆品的部分，接下来进入保养品的部分。在日本买保养品也是一门大学问。你知道日本的这种美妆保养品品牌超级多，像我们平常最熟悉的几大品牌，包含这个 Kanebo，然后花王。再来就是资生堂，都是呢台湾很常见的。你知道资生堂它大到有所谓的很多旗下子品牌嘛，最有名的呢包含肌肤之钥，还有小红瓶嘛。那再来还有什么呢？Elisa 之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叫 Ipsa， 它是专门卖这个黑金水的，它是主打就是让你皮肤可以流金水，对，流金水，当然有一罐新的叫黑的，对。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主打一个呢，可以帮你恢复皮肤流失的水分嘛，然后让皮肤保持紧致。那我们这次没有买它，因为呢，像它当然是比较贵一点，它以价格上面大概也是落在2-3万日币，那换算台币呢，也大概几千块钱啦，也大概4-5千以上，3-4千、2-3千左右。那我们这次选的这个是开价的，叫 Elisa 呢，最近几年也进台湾了，最有名就是它的小精品的防晒和底妆隔离霜。没错，最新的代言人是蔡依林。没有错。那我之前呢，在去日本的时候，帮我妈带一条这个眼霜，那我们自己有用过，我觉得算是一个很适合你可能有点年纪的人去尝试使用，因为它主打就是紧致，然后帮你做一些皮肤上的胶原蛋白流失的复原。所以呢，他们家的主打的年龄层又比较高一点，没错。但是高贵不贵，你可以从包装里头看出来，就是主打一个就是金色奢华，对，就是让你一种稳重沉稳的感觉。没有错啦。那像如果是这种比较少女风的，就是开价品，就是走一个小资风嘛。所以 Elisa 价格呢，会比一般我们在开价看到的资生堂的这种小资类型的品牌，你平常有在用吗？我想一下哦。对，因为资生堂旗下品牌太多了，就是有一些开价的，就你也不熟，但是就知道它资生堂这样。对，可能就是一些比较便宜，可能价格落在200-300左右的化妆水，或是呢落在这个1000块以内的这个精华液，就是属于资生堂比较便宜的子品牌。那 Elisa 的价格就刚好掐在一个很中间的位置。像我们这一罐是它最新出的，最近我们今天去这个加码也有看到这一罐叫做高机能美容液。没错，它比较是精华液的感觉。没有错，我们拿出它样子就给大家看一下长什么样子齁。基本上大家就可以在路上看到广告。那我当初会选择它是因为它的价格是小红瓶的一半。没错，它的价格的话是日币是1罐8100块，换算成台币的话是1855块。1855块钱呢，我们可以参考它的末数。我们在日本看到小红瓶16020是50ml，
日元16200块钱是50ml，那这一罐的ml数呢就比较多一点啊，不，这罐也是50ml哦，没有多一点，没有多一点，但多一点多在哪？就是你用16200买2罐，就等于小红瓶的1罐。所以呢，你就把它当成平常日用的精华液，不要省，就不会心痛。对，就不会心痛。所以它的造型本身就已经有很有小红瓶的感觉。对啊，它是小精品。小精品。对，那因为他们本来就主打的就是以这个年纪大的人呢，你皮肤会开始比较松弛，比较容易有皱纹，所以它最主打就是紧致。紧致，然后还有淡斑的效果。没有错，完完全全就是针对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客群嘛。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啊，就是在小红瓶和这东西呢做一个取舍。我觉得买2罐，直接让我妈每天用这个当来洗脸，一定比每天涂一点小红瓶更有用。而且妈妈会比较喜欢 CP 值高的，就听到这个价钱就会觉得更开心。这个 CP 值真的非常高，因为一般人可能内柜很少人逛，是因为啊，大部分的年轻人会喜欢便宜的，然后年长的人呢会想要买最贵的，对，就是更顶级的那些，更顶的，包含肌肤之钥啊、小红瓶啊、SK2 啊、阿罗比样啊那些。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属于那个高 CP 值的选择。对，一罐8000多块，退完税8000嘛。然后台湾价格就是1000多块钱嘛。1000多块钱，就换台币多少？1855。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所看到最新的台湾价格有打折哦，因为最近母亲节做档期，刚刚才看到的，原价3000多块钱，现在买是2980块钱，我们在日本买一罐1800块钱，而且现在的汇率，我们买的时候汇率已经是有点往上，已经0.23了。如果是之前0.22，还更省，更香。所以呢，有看到我建议啦，就是你觉得你现在30几岁了，但你也没有那么多钱去打凤凰电波啊，或是每年去进厂维修。你就去入手这个，对，它直接帮你紧致提拉，就不用担心这个皮肤上面有没有，因为现在主打除了美白之外，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皮肤的紧致，胶原蛋白的流失啊，这速度是非常可怕的。保水加紧致呢比较重要，美白你透过什么早 A 晚 C， 对，早 C 晚 A， 早 C 晚 A 还有机会嘛？用点酸还有机会。先保湿好，把皮肤顾好才是最重要的。对，我们底子就好了，基本上呢未来可期啊。对啊 ，OK。那除了这个之外，也要介绍这罐化妆水。对，这个就是他们搭配的化妆水。那他们的化妆水一样有分三个不同等级的，第一个是比较清爽的，然后它就会是写1的符号，然后第二种就是稍微粘稠一点的，然后就是看大家的肌肤肤况，因为有些人是干肌，有些人是油肌、混合肌，对。然后还有第3种就是最稠的，就是最黏定感觉的化妆水，就有3个让大家。最黏的就适合所谓的干肌嘛，然后最水的适合那个油性肌，对。因为在台湾有没有就属于这种天气比较湿热的地方呢，就会比较适合使用清爽水感多一点的。那像我们男生啊，自己平常在涂一些保养品的时候，我们通常啦，如果你今天没有自己做功课，你一定会想说，那我就去用女朋友的就好。没错，但女朋友的用到，我觉得男生都很常觉得太油、太黏腻。对，你就会发现啊，女生她们皮肤可能真的很容易流水流掉，所以呢，她们用的就比较稠一点。那我自己后来都是买一些比较湿润、比较轻的，就是可能是比较水感的样子，就是马上可以吸收掉。没有说就是喷一喷不会那个熊在脸上啦。那但是这一款呢，我们呢推荐大家，你可以假设你今天预算呢没有很高，你觉得买不起这个精华液，你买这种化妆水，你就选择浓度最高的。怎么使用呢？你搭配一支美容仪，拿来做强制导入，用电波导入或者是用红外线导入，让它的作用达到最大化。因为我们平常涂一涂，你就想说你也懒得按摩。老实讲啦，说实在，拿上班完心情也不好，哪有那个心情在按摩嘛？但你就把这罐呢，你看这罐涂完之后，直接用美容仪把它导入进去。那我们那时候试用，它这个是蛮粘稠的。因为我们买的是第3阶的，对，第3阶是最稠的。那因为我妈年纪大嘛，皮肤干嘛，所以呢，我们就是给她最顶的，直接上到就是这一套组。我刚刚在这个加码看到。
就是它是2支再加上另外一个眼霜什么的，反正加起来就5000多块台币。但这一支我们买多少？这一支3000日币，台币才687块钱加精华液1800块钱，我们就算700好了，这样加起来才2500块钱，你就有2支，而且50ml加100ml，对，都是正货的。我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去玩，你就去这个东京，这个东西先囤，因为你可能1年就去一次东京，或者1年去2次，你上半年度的先囤。下半年度再去一次再囤，对，你就长期使用。对，这个东西长期使用呢，至少啦，你以后就不用进厂维修嘛，你可能就是只要做小维修，或者是你维修完要维持，因为其实不是说打完就没事。对，这个观念非常好。像我以前在这个生技产品公司啊，因为我们那个集团旗下是有医美诊所的，那我们都会推荐大家打完电波一定要做保湿，一定要，因为你的脸它本身呢是进行完一次这个摧毁后的重生。我们要怎么做？就是电波的作用就是帮你把脸上的这个胶原蛋白重新让它再增生，所以那过程中是属于治疗的环，就是你体内自己在治愈自己，所以你需要外面给它营养。那我们就推荐大家使用什么面膜，或是有这种精华液，然后保湿凝霜，对，没有错。那我们可能就会买一些比较高贵的东西啊，包含这个是有烟碱酰胺的，或是有一些维生素的这个面膜啊，最高等级安瓶，对，那使用一些医美安瓶。价格不菲，而且医美诊所的都会特别贵，非常贵，因为那些都是用医疗药物等级的。那我们为什么特别买这罐？它其实就是日本的药物等级的精华液，它自己主打叫做最高机能，而且它是属于药用，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入手它。价格在台湾啊，你在台湾这个价格就可以买到像那个巴黎莱雅的开价的精华液而已哦。到日本的你可以买到，基本上资生堂已经是就是等于说是开价的顶规了，而且至少你知道它的品牌啦，没有错，你就安心一点。好，那我们介绍完这个保养品之外呢，如果各位预算呢还是更有限一点的，因为你觉得说，这一罐3000块钱，170ml 3000日元，你觉得买这个东西好像有点太贵了，170ml 3000块钱，我们可以改买这包，这叫什么？补充液。对，补充包呢，它的这个ml数是150ml，价格是多少？是日币2600块，是还没退税。对，对。这还没退税嘛？退税完再扣个10%，你这个多囤一点呢，不到600块了。对，你买越多就越打这个瓶子，就是这一罐呢，你有些人就想说啊，我就这一盒一盒拿比较好排。但其实我觉得最棒的是用这种包装啊，你塞行李很好塞。没有错，我现在就要讲这个重点，因为我们看这个玻璃瓶的体积，显然的是没有什么压缩空间。但是如果你买这个补充包，自己回台湾买一个塑胶瓶，或者是你之前用过用剩的瓶子打开，把它倒进去，继续使用它，既环保又便宜，还非常高 CP 值啊！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补充包非常适合大家使用。但精华液好像目前还没有补充包，如果下次我们有看到补充包，我一定会去扫这个货，因为我真的不用这一罐，但是我有那个瓶子。重点是里面的东西，对，而且现在好像很多牌子，像那个小黑瓶也出了可以替换的内芯，我觉得很环保。可是小黑瓶的内芯，它的那个量好像没有很多。对啦，是每周只是在说，大家都很提倡这样。但是呢，但我们这一次呢，主打的就是高 CP 值，没错。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聪明的消费者。如果送礼的话，有这个罐装啊，没问题。但如果你自用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就直接买补充包，不要觉得说，买补充包不好看，好丑。你在塞行李的时候，你就会感谢你自己，你会感谢你自己啊！这玩意的打底装啊，基本上呢你就不用担心啊，而且它里面呢是那个有一点空气的，所以上飞机也不怕它爆炸。好，那我们介绍这个保养品和药妆的，基本上就到这里差不多了啊。有什么东西是遗珠之憾你没多买的吗？遗珠之憾吗？你说没有买到的，没有多买的，就是或是没有买到，你有什么东西是有想买但你没买到？没有多买的，大概就是你看，像我们有买我的新机的那个隔离，也是帮别人买的。但其实我很想要试试看我的新机的其他彩妆，他们也是资生堂旗下的一个彩妆品牌。了解。然后就是会比较清透感的底妆，我也想试试看。那像我们这一次呢，因为我们在银座啊去做一个造型清，
里头的化妆总监呢，帮我们，我们去了一家连锁发廊，那他们也帮人家化妆服务，然后我们有问他有推荐哪些化妆品吗？还有推这个 Jill Stewart 的一个蜜粉，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品牌一个产品。然后大陆的品牌他也推荐花西子的打量，他说那个化妆师跟我说，他的花西子的打量是他一生推的，非常好用，没错。所以呢，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在日本呢，他们有很多专门for在地的这个推出的产品，都非常棒。像 Jill Stewart 就是在日本非常受欢迎，在台湾比较少见一点啦，没错。但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入手，因为毕竟价格便宜。好，那我们这一次上半集介绍了好多化妆保养品，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特别的心动啊？那我自己呢，还是会就是持续的购入这 Elixir， 因为我觉得真的又划算，而且好像真的有效果。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有没有推荐这牌之外的，或是你有哪些牌子是你的爱牌，可以跟我们分享。还有那个黛珂啦，黛珂在日本好受欢迎。我好期待用它因为它其实我买没有色号的，那我那时候就很犹豫要不要买其他有色号的蜜粉。对，先试试看，如果好用，我要再买其他。好用的话呢，就看之后呢，小兰可以再跟我们分享啦。好，那我们这集影片到这里结束，最重要是要干嘛？小兰要点赞、订阅、加分享。我们每个礼拜会准时更新影片，我是培生，我是小兰，我们下礼拜见，拜拜，拜拜。影片结束喽，记得订阅、点赞、加分享，小铃铛也别忘记按哦，拜拜。